台湾人都是低等人种，被统一时你们就死定了。这样一句耸人听闻的狠话，竟然出自一位在台湾生活18年的大陆籍女子之口。她叫陈彩虹，是福建泉州人，18年前远嫁到台湾，如今在台北车站附近开了一家手摇饮料店。当初带着对宝岛的憧憬来到台湾，她原以为会展开新生活，没想到多年后却因为一系列争议言论，在台湾社会掀起了滔天巨浪。陈彩虹原本只是众多陆配中的一员，她嫁到台湾将近20年的岁月里，相夫教子，还在繁华的台北车站旁开了一间名为大千金饮茶的饮料店，当起了老板娘。看起来她的生活早已融入台湾社会，然而在社交媒体上，陈彩虹却活跃着截然不同的一面。她经常在个人脸书等平台发表对两岸政治的看法，言辞直率火辣，甚至带着浓浓的统派色彩。所谓统派，就是主张两岸统一的立场，而陈彩虹的言论很快从一般的统派立场走向极端。最初，陈彩虹的帖子也许还算温和，比如抱怨陆配在台湾的待遇问题，然而很快，他的发言就变得刺耳起来。他常常直接称台湾为台湾省，自称省长。有一次，他在脸书上夸赞大陆男演员的魅力，甚至半开玩笑半认真的放话说，我当上台湾省省长后，要给每个台湾女人都配一个这样帅气的大陆男人。这番话把台湾网友看傻了眼。他一个在台陆配，竟然幻想当起台湾省长，还要分配大陆男人。许多人觉得又好气又好笑，惊讶于他的言论如此离谱。然而，陈彩虹的言论远不止搞怪而已，渐渐带上了明显的政治挑衅意味。他在社群上发表长文，抨击台湾政府和社会。据网友截图显示，陈彩虹主张台湾立法院应保留6到8席给陆配担任立委，由陆配群体自己制定相关法律。你们凭什么对陆配指指点点？陆配的法案必须由我们陆配自己来定，这才是真正的民主。他特别点名执政的民进党，质问他们没有陆配身份，有何资格制定陆配政策？这样的言论一下刺痛了许多台湾人。这个嫁来台湾的陆配似乎对台湾的政治制度颇有微词，甚至想要插手立法，要求特权席位。这被认为是僭越又狂妄的想法，一时间就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更令人侧目的是，陈彩虹对两岸军事议题也发表了强烈看法。比如有一次台湾这边在关注解放军潜艇动态，他冷嘲热讽说，当你肉眼看到一艘潜艇浮上来时，说明水下还有更多看不见的，别天真了。我们祖国的潜艇是按团计算的，每团有50多艘，还有更多是你们不知道的。他话里话外炫耀大陆军力之强大，劝告台湾人别太把自己当回事。他还嘲笑台湾对美军演习的反应，称那是螳臂当车，自不量力，暗示解放军若动武，台湾根本挡不住。一次，他直言，只要大陆不念同胞情，往死里打半小时，台湾就是废墟。这种赤裸裸的武力威胁听得台湾网友目瞪口呆，身为台湾媳妇，竟然公然宣扬解放军炸毁台湾。然而，这些还不是陈彩虹言论中最具争议的部分。真正让他声名大噪的是几段针对台湾人的猛烈抨击和侮辱。据传，他曾在网络留言中大骂，台湾人真的都是人渣，低等人众在嚣张什么？等着吧，被统一的时候，你们就死定了。这样的字眼可谓极端至极，充满了仇恨和威胁，把台湾人集体骂成下贱的种族，还放话统一之日就是他们的死期。这段话截图在网络上疯传，瞬间点燃了众人的怒火。试想，看见一个每天生活在自己身边卖奶茶给大家的陆配老板娘，竟在网上诅咒你们全都该死，这种震撼和愤怒可想而知。不仅如此，陈彩虹还表示自己在台湾多年收集了6张光碟的资料，据称内容包括台湾官员如何欺凌辱骂大陆人，台湾人如何赚人民币搞台独，如何欺压在台大陆配偶等等。他扬言这些都是他18年来搜集的证据，不是只有这一次。更骇人的是，他说如果有一天大陆当局决定对台动武，他愿意把这些资料提供给央妈，在国际媒体和14亿中国人民面前公之于众，作为动武的真相依据。换句话说，陈彩虹声称自己手握着一把证据，
随时准备在两岸摊牌时帮忙揭露台湾的恶行。这种表态几乎等同于公开站在北京一边，准备配合对台的政治宣传甚至战争行动。对于台湾社会而言，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言论自由的范畴，更像是一种敌对宣言。不仅如此，当有网友质疑，如果两岸真的开战，台湾可能扣押陆配当人质以前至大陆，你作为陆怎么办？陈彩虹的回应更是令人心惊。他说：“我会告诉娘家人，放手干吧。”也就是说，即使战火燃起，他宁可告诉大陆方面，不用顾及他这些在台陆配的安危，尽管发动攻击。这个回答把许多台湾人看傻了眼。一个人在台湾结婚生子，开店营生，却完全不在乎自己的安危和丈夫孩子的处境，甘愿充当炮火下的牺牲品，只为祖国一统。在旁人看来近乎难以理解，但这正体现了陈彩虹内心强烈的政治认同。他认同自己首先是中国人，而台湾只是中国的一部分。为了这个信念，他甚至不惜搭上自己和家人的安全。陈彩虹上述种种言论通过网友的揭露，在台湾社会激起轩然大波。起初可能只是零星的讨论，但随着那些截图在 PTT 等论坛上曝光，引发了铺天盖地的挞伐。网民们愤怒地给陈彩虹贴上各种标签，舔共陆配、统战手摇饮等等。他的店大千金饮茶也被网友讥讽为统战奶茶，意思是里面卖的不是珍珠奶茶，而是对台湾的不满和大陆的统战思想。很快，这股怒火从网络烧到现实，有人肉搜出陈彩虹的店铺地址，甚至有人亲自到场抗议。在他饮料店门口，据报道出现了一位手持中华民国国旗的男子，对着店里大喊滚回大陆，甚至爆粗口飙骂。据悉，这一幕被陈彩虹用手机拍下传上网，他气愤地回击道：“我不过卖饮料的，你又不买，只来妨碍我营业，还对我喊滚回大陆，骂三字经，想出风头吗？我帮你直播啊！”陈彩虹的强硬回应视频再度引发关注，一边是抗议民众怒吼要他离开，一边是他毫不示弱的反呛。整个事件如同闹剧，却折射出背后严重的社会对立。与此同时，官方也介入了，有网友纷纷向移民署检举陈彩虹，怀疑他可能违反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依据台湾法规，大陆配偶若要取得在台长期居留或身份证，必须放弃大陆户籍，不得同时持有大陆护照。有人怀疑陈彩可能隐瞒了中国籍身份，要求调查。更重要的是，许多人质疑他的言行已触及国家安全红线，鼓吹武力犯台算不算违法？在此之前不久，另一名在台陆配网红亚亚，因为在抖音上多次发布武统台湾的短片，已经被移民署废止居留许可，限期离境。那是2025年3月初引爆的新闻。亚亚在台湾嫁人生子，却在大陆的社交平台大肆宣扬台湾早晚插满5星红旗，四川建第一功就是收复台湾等言论，还让年幼的女儿一起出境，高喊统一口号。台湾政府认定他有危害国家安全之余，迅速取消了他的依亲居留权，要求他10日内出境，5年内不得再申请。这是台湾首例因言论而撤销陆配居留的事件，引起了广泛讨论。陈彩虹事件正好发生在亚亚之后，台湾社会的敏感神经仍在紧绷，所以当陈彩虹被揭露出来时，舆论反应更加强烈。许多人呼吁不要只废除亚亚，陈彩虹这种也该处理。在巨大的压力下，移民署对陈彩虹展开调查。他们寄出公函，要求他说明是否仍保有大陆户籍或护照，并传唤他说明情况。一时间，陈彩虹也面临身份不保的危机。他出面接受媒体采访，大声喊冤，声称自己根本没有鼓吹武统，那些辱骂台湾人的截图是有人移花接木，盗用他头像捏造的。陈彩虹辩解说，有一些很离谱的话不是我说的，是造谣，他们把我的图像拿过去，打上陈彩虹的名号，然后随便编几句招仇恨的话来害我。他坚称自己没有说过武统台湾之类的话，更没有辱骂台湾人那些难听字眼，一切都是被有心人陷害。但是对他的辩解，台湾舆论普遍不买账，因为在此之前，他确实发表过许多力挺统一、嘲讽台湾的言论是有迹可循的，
而且口气与那些截图如出一辙，要完全撇清关系，恐怕很难让人信服。何况，假如真是被造谣，大可以报警提告造假者，但陈彩虹并未提出明确证据来证明哪些话不是他说的，这使得大部分观众仍倾向相信那些仇恨言论就是陈彩虹本人的真实想法。随着事件延烧，陈彩虹的饮料店生意一落千丈。他说自己遭到了网络霸凌和电话恐吓，还有人不断检举他的店，让他经营不下去。面对四面楚歌的状况，他在脸书和 Threads 平台上也发文诉苦。他一方面强调自己没有支持武统，两边都是家人，打仗对我有什么好处？另一方面又斥责网民把他妖魔化。人比鬼还可怕，他感叹地说道，指责这些在背后抹黑他、举报他的人，比闹鬼还让人心惊。陈彩虹还声称，有许多台湾朋友到店里买饮料支持他，给他加油打气，表示并非所有台湾人都敌视陆配。这番话真假难辨，但可以看出他试图营造一种形象，自己是遭人诬陷的弱者，有不少善良民众同情他。这起风波不仅在台湾岛内炸锅，在对岸大陆也引起了一些关注。对于陈彩虹这样的案例，大陆官方媒体和网友的反应颇为耐人寻味。北京方面的态度可以从国台办的发言窥见一二。国台办发言人批评台湾当局处理亚亚事件是愚蠢制造事端，虚伪又双标，指责台湾利用行政手段打压不同政见，伤害两岸婚姻家庭。很明显，大陆官方将这些陆配言论案定性为台湾方面歧视陆配、扼杀言论自由的行为。在陈彩虹事件上，虽然官方未必点名，但基调类似。台湾号称民主自由，却容不下支持统一的声音，是双重标准。大陆媒体《环球时报》也刊文声援这些被驱逐的陆配，称台湾当局此举是狗哨动员，暗示民进党政府借此煽动岛内的恐共情绪，打压异己。报道中还详细描述了陈彩虹们的委屈，例如亚亚喊冤自己只是希望两岸和平，却被污蔑是假结婚，孩子在学校受欺负。又如另一位陆配小薇被废止拘留时，在抖音直播喊话，我一个妇女喊两句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当局就怕了，我爱国有错吗？要付出代价我也光荣。这些报道在大陆网上引发不少议论，许多大陆网友对陆配的遭遇表示愤慨，认定台湾当局心胸狭隘，台独势力迫害爱国同胞。有网友讽刺说，台湾不是号称民主吗？怎么连几句统一的话都听不得？当然，也有一些大陆网民持不同看法，觉得这些陆配选择嫁去台湾就应该遵守当地法律，人在屋檐下不可太嚣张。还有人嘲讽陈彩虹、亚亚他们，既然那么爱祖国，何苦远嫁台湾？现在闹成这样，还不是自找苦吃？可以说，大陆舆论场对这件事也有一定争议，但总体上官方倾向同情陆配，将其塑造成爱国却受委屈的形象。从台湾这边来看，陈彩虹事件之所以引爆舆论，有着深刻的背景和原因。首先，台湾人长期处在两岸政治对立的环境里，对于武统二字极其敏感。毕竟，这不是随口说说的事，而是关系2300万人生死存亡的威胁。每当有大陆方面有人放话要解放台湾武力统一，台湾民众都会又气又惧。而如果这种论调竟出自一个生活在台湾、享受台湾自由生活的人口中，那种震怒和被背叛的感觉是可想而知的。有人形容这是在台湾人心上撒盐巴。本来两岸关系就让人不安，一个身边的大陆配偶还公然支持对岸武力犯台，等于往伤口上狂撒盐。其次，陈彩虹的言辞非常羞辱性，他使用了低等人种、人渣、流氓这种带有强烈歧视和仇恨的字眼来形容台湾人，这已经超出了正常政治立场表达的范围，而变成对整群人的人格侮辱。台湾人素以文化和身份认同而自豪，绝大多数认为自己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也不接受被贬为二等公民。陈彩虹这些蔑视性的言语，直接踩踏了台湾人的尊严底线，几乎没人听了不会火冒三丈。还有，陈彩虹一边在台湾定居，一边表现出如此强烈的亲共情结和敌意，给人以吃台湾饭砸台湾锅的印象。在台湾自由民主的环境里，他开店赚钱，
享受健保，养育下一代，但转过头却狂赞威权的祖国，诅咒养他的土地。这种反差让很多台湾人无法接受，觉得他是忘恩负义，甚至是养虎为患。有网友愤怒地问，台湾哪一点对不起你？你嫁来这边，台湾给了你生活，你却恨不得中国马上来打烂台湾，这是什么心态？这种情绪很普遍，大家为他的言行感到寒心，甚至产生一种被内奸伤害的愤怒。再者，不得不提台湾社会对大陆配偶群体一直存在的一些疑虑和偏见。多数陆配是无辜的，认认真真过日子的，但由于两岸政治对立，有部分台湾人对陆配抱持戒心，担心他们中有人可能是带着某种目的来的。过去就有阴谋论，猜测大陆可能派人透过婚姻渗透台湾社会。虽然听起来像电影情节，但陈彩虹这样的案例恰恰强化了这些猜想。他收集资料，当内应的言论被许多人解读为某种卧底行为，更加剧了恐惧。一时间，陆配间谍论、第五纵队之类的说法在网络上流传，甚至有人怀疑他是不是受中共指使在台搞统战宣传。尽管没有证据证明陈彩虹是官方派来的，但他的所作所为无疑严重伤害了整个陆配群体的形象，也加深了台湾社会对陆配的疑忌。陈彩虹事件也在台湾引发了一场关于言论自由界限的大讨论。台湾一向以民主多元著称，理论上人们可以发表各种政治见解，包括支持统一或偏向中国的观点。在台湾也有统派政党和人士公开主张两岸统一或一国两制，这些一般都属于合法言论范畴，尽管不见得受主流欢迎。但陈彩虹和亚亚们的问题在于，他们鼓吹的是武统，也就是用战争手段来实现统一。这在很多人看来不再是单纯的政治立场表达，而是涉及暴力和威胁，已经踩到言论自由的红线。支持政府处分陈彩虹的人认为，言论自由并非绝对无限上纲的，在民主社会也不能允许有人公开支持对他人施加暴力甚至战争，把2300万人的生命安全拿来呼吁攻击，这是恐吓和煽动暴力。有立法委员如民进党的黄捷就强调，武统台湾本质上是鼓吹战争的暴力言论，绝非言论自由所能保障。而且陈彩虹身为陆配，享受着台湾的自由，却利用这自由来宣扬消灭台湾的主权，这已经触犯了法律底线。政府有正当性，也有必要予以法律惩处。然而，也有另一部分意见认为，驱逐或处罚言论本身是不是也违背了民主原则？一些比较倾向蓝营或言论自由主义立场的人担心，今天因言论被驱逐陆配，明天是否可能扩及其他在台的异议者？他们主张应更谨慎区分言论和行为。如果陈彩虹没有实际违法，仅凭他说了再过分的话，就把他身份取消，是否显得台湾不够自信？国民党籍的王宏威立委就质疑，陈彩虹的话固然令人反感，但仍属言论自由范围。政府把人赶走，和台湾作为言论自由法治社会的形象是否相符？这个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两极化讨论。有网友反驳说，支持武统就跟支持恐怖主义一样，当然不是正常言论。也有人强调，言论自由不能拿来自我毁灭。甚至有其他陆配站出来表示，像陈彩虹这样的言论他们也无法接受，认为这是在给所有陆配惹麻烦。他们支持政府果断处理这些出格的人，以免整体形象受累。相反的，一些更自由派的声音则忧心政府动作太大，可能寒蝉效应，让人不敢讲话。还有人提出，如果换作在大陆，有人鼓吹台独或者骂中国人是低等种族，肯定早就被消失了。台湾毕竟不同于大陆，不该学对岸那套打压言论，只因对方的意见令人生厌。这场争论反映了台湾内部在自由与安全之间的一个拉扯。绝大多数人其实都无法容忍陈彩虹这种仇恨言论，但在如何处理上，有人主张法律应冷静以对，例如先给警告，限制他公开宣传的渠道，而非一上来就废除拘留，有点矫枉过正。但也有人认为，对这种公然叫嚣要祖国来打我们的，就该零容忍，尽快依法请他走人，免得夜长梦多。台湾内政部长刘世芳明确表态，言论自由不是鼓吹武力犯台的借口，触犯法律底线就要严办。行政院长更是放话，让主张武统
不客气对台湾的人尽快离开。这些强硬表态得到不少民众支持，因为大家觉得在生存问题上不能含糊。陈彩虹事件表面看是一名陆配和台湾社会的冲突，但深层次映射出两岸之间以及台湾内部多重矛盾和情绪张力。对两岸来说，这是价值观与认同的正面碰撞。陈彩虹完全拥抱中国认同，认定台湾只是中国的一部分，而绝大部分台湾人认同自己是台湾主体，珍惜台湾的民主制度，不愿被中国统一。这种身份认知的差异本就是横亘在两岸之间的巨大鸿沟，平时也许大家相安无事，但一遇挑动就会激起强烈反应。陈彩虹的言论相当于把大陆民族主义那一套搬到台湾的土地上来高声播报，自然撞上台湾本土意识的铜墙铁壁，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在他身上短兵相接，火花四溅。情绪上，双方都有各自的伤痛和愤怒。陈彩虹的长文里曾诉说，他来台后备受伤害，每天在电视和网络上看到对大陆人充满敌意的言论，让他心寒。他指责台湾人仗势欺人，对陆配有莫名的歧视，从未考虑过陆配的感受。这些年，中国崛起与台湾民意倾向疏离，中国政府文攻武吓不断，也难免让部分台湾人迁怒于身边的大陆配偶或移民。陆配群体中有些像陈彩虹这样对台湾的反中氛围感到委屈甚至愤恨，于是他以言语回击，结果更加深了台湾人对他的不满，形成恶性循环，彼此都觉得自己受伤害，从而对对方更敌视。台湾内部也有统独立场和蓝绿阵营的矛盾投射其中，挺绿的人士大多痛恨陈彩虹，认为他就是统战先锋，在台享福还卖台，该严惩不贷。而部分蓝营人士虽然不一定认同他的极端言论，却对当局高调驱逐的做法有所保留，担心变成绿色恐怖。这类不同立场的交锋，本质还是台湾内部对于大陆议题的态度分歧。陈彩虹事件犹如一面镜子，照出台湾社会在面对大陆时，有的人主张强硬拒绝，有的人倾向开放包容，各自坚持自己的理念。更深一层来看，这件事也提醒人们，两岸人民间的融合与隔阂同时并存。一方面，陈彩虹远嫁台湾，建立家庭，看似两岸婚姻把人连结在一起，但另一方面，心理上的距离可能比想象的大。他18年来依然怀抱着对大陆的忠诚和对台湾的不认同，说明并非每个陆配都会自动台湾化。在全球化与社群媒体时代，陆配即使身在台湾，也可以天天刷着抖音，和大陆亲友密切联系，思想上留在原来的同温层。陈彩虹或许就是这样，他的世界观仍深受大陆官方话语影响，对台湾的了解则停留在冲突和不满上。结果，人虽然在台北，内心却依然在北京。这对台湾社会是新的课题，如何帮助陆配真正融入，亦或当政治认同差异太大时，又该如何彼此尊重，和平相处。陈彩虹事件的发展犹如一杯摇晃过度的珍珠奶茶，甜的没摇出来，反倒摇出了满杯苦涩。一位卖奶茶的老板娘因为满腔统一热情，把自己和整个社会都搞得火药味十足，真可谓本末倒置。有人打趣说，他这杯统战奶茶实在太苦太呛，台湾人喝了一口纷纷吐出来，并且从此警惕菜单上再出现类似的怪味。玩笑归玩笑，这背后折射的却是最现实不过的问题。民主社会该如何容纳意见，如何面对内部的敌意？陈彩虹或许没有料到，自己在键盘上敲下的那些痛快话语会掀起如此巨大的风波，甚至可能让他失去在台湾的安身之所。这场风波提醒我们，言论自由固然是珍贵的权利，但并不意味着可以毫无顾忌地诅咒他人，鼓吹暴力而不承担任何后果。尤其当你的言论触及族群、仇恨和战争威胁时，它早已冲破了道德和法律的边界。在享受自由的同时，也必须为自己的言行负责。反过来，对于台湾社会而言，这起事件也是一堂课。如何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的同时，不让多元自由的招牌黯然失色，这需要智慧和平衡感。
或许面对类似陈彩虹的言论挑衅，社会的自我免疫和理性讨论更为重要。当然，必要的法律手段也要准备，但不妨区分不同情况，循序渐进，既表明我们的底线，也不致陷入以言治罪的争议中。最后还有一句话送给包括陈彩虹在内的所有人：自由很宝贵，请谨慎使用。陈彩虹在台湾找到了发挥言论的自由空间，却把它用来开了极大的火力，轰炸他人的情感。结果他不仅没有说服别人，反而把自己炸得灰头土脸。这是不是有点得不偿失呢？如果他当初能换个语气，哪怕立场不同，也许还能有理性对话的余地，但选择了最刺激的方式，自然也迎来最猛烈的反弹。陈彩虹事件暂时告一段落，但留给两岸和台湾内部的思考并不会结束。茶余饭后，人们或许会苦笑着感慨，原来一杯奶茶也能牵扯出两岸恩怨情仇，真是比电视剧还精彩。不过现实终究不是戏剧，我们笑过之后仍需要冷静下来，思考如何让不同立场的人和平共处，如何避免下一杯苦茶再度端上桌。正如有人调侃的，招惹是非的奶茶不好卖，挑动仇恨的话不好听。唯有在尊重和理解中寻找共识，我们才能避免被仇恨冲昏头，也才能守护住宝贵的言论自由和社会团结。用幽默的方式讲完这个故事，希望大家在莞尔之余多一分思考。当自由与仇恨碰撞，我们选择哪一边？下一次当有人再度端出类似的言论鸡尾酒时，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用智慧去化解，而不是让怒火烧毁彼此的桥梁？说到底，无论来自哪里，大家终究要在这块土地上一同生活。如果陈彩虹真心热爱她的娘家和婆家，也许有更好的方式去沟通她的想法，而不是把双边都变成仇敌。希望这场风波能让更多人明白，两岸间最需要的不是喊打喊杀，而是放下成见的对话。社会里最可贵的不是仇恨言论的自由，而是彼此包容的温情。至于陈彩虹本人，这一番折腾之后，他的人生将何去何从，或许只有他自己能回答了。但可以确定的是，这段大冒险般的经历已经成为两岸关系讨论中的一个典型案例，长期的供人回味警戒。事情说到这里，我们的这杯复杂滋味的陈彩虹奶茶也该见底了。品过之后，大家心里大概都有自己的评判。正所谓苦辣之中知真味，愿我们都能从中汲取教训，不让仇恨蒙蔽双眼，也不让自由走向失控。毕竟不管统还是独，不管蓝还是绿，台湾社会最终追求的都是能让所有善意的人安居乐业，各抒己见但彼此尊重的地方。这才是比任何政治口号都更值得努力的目标。